我的丈夫出轨了，但我对此心满意足。按照遗嘱要求，颜真小姐和林顾先生必须结为夫妻，才能获得全部遗产。如果拒绝，我同意结婚。既然颜真小姐同意，那我再读一下补充部分。老先生还强调，如果二人对婚姻不忠，那么将剥夺不忠者的全部资产。这一条我也同意。没想到还有这么离谱的遗嘱啊！这真的具有法律效应吗？吴亦群在公司法务部做了快10年，他经手的条款不存在问题。况且你这个既得利者，有什么可对此质疑的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用说了。你奶奶曾投资过严氏的事，我也是刚知道。那笔资金正是爷爷起步的关键。可我没想到他的回报方式，居然是让我嫁给你。我不理解。你如果不想嫁给我，为什么不拒绝呢？拒绝。你知道严氏目前总市值是多少？100亿。只要嫁给你就可以获得如此回报，我为什么要拒绝？你就那么看重利益吗？没有感情的婚姻，你也可以接受？感情？我爷爷可是为了报恩就把我嫁给陌生人。我不相信那种东西。陌生人？不是。好了，公司还有事，就这样吧。来，把戒指给我戴上。我的丈夫。真是难得呀！结婚3个月，头一次看你这个时间出现在家里。要不要一起吃个早饭啊？我今天来是通知你离婚的，看看你的出轨证据。虽说遗嘱要求剥夺出轨者的全部资产，但我念在你一个小员工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剥夺的。30分钟，收拾好你的个人物品，从这里滚出去。哇，这么夸张啊？我们本就是因为遗嘱捆绑在一起的夫妻，难不成我们之间有什么感情吗？这算什么出轨证据啊？没准是你趁我睡着的时候自己偷偷印上去的。不承认没关系，证人马上到。小姐，人来了。两位早上好。这位你应该很熟悉吧？不需要我多做介绍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熟。还嘴硬。东西拿来吧。严总，其实林先生对你还是……昨晚你在京津会所喝多了，发生了什么？他是自己也记不清楚。现在想起来了吗？你就算想毁了他也没用，他那儿还有电子备份，你就别……就这个啊？
就这个啊？说吧，你收了他多少钱？严总，对不起，我失败了。主要是林先生对你的心意实在是令人钦佩，佩服不已。我是发自肺腑的觉得说实话，不扣你钱。林总昨晚根本没喝多，他还威胁我说，如果我不听他的，他就说我是混进包厢的小偷，要报警抓我。严总，行了行了，你走吧。谢谢。警惕性不错啊，这一次算你幸运，下次可就未必。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毕竟我是真的爱你。真心，人呐，心藏的那么深，不剖开来看看，都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假情假意。有空耍你的嘴皮子，不如做好本职工作。晚上陪我去参加一个银婚晚宴，穿的正式点儿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喜欢就做成这样，看来不用谈了。这柳家本就是个强撑体面的没钱破落户，这样的内容根本落实不下来。倒是你，最近哪来的心情在这插花？这是林先生送的。自从你们结婚以后，他每天都会送花过来。每天？你怎么没告诉我？啊，我以为你知道。玩的可真浪漫呀！看来他肯定很爱你。打住！现在人的爱只几斤几两。会议什么时候开始？1个半小时以后。会议提前，立刻开始。各位手头上呢是我们下个季度的企划，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各位讲解了。下个季度做情人节，现在都快入秋了，林主管该不会只想着往上爬，本职工作都做不好了吧？这林主管做事儿就是不如孙主管妥帖，只可惜前段时间孙主管出国了，不然以他跟总裁青梅竹马的关系，总裁的丈夫肯定是……看来是有人做了手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孙氏集团。我嫁什么人，轮得到孙家来插手吗？看来这位孙主管的能力确实不错呀，虽然人不在这儿，但各位还一直惦记着。不过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先来讲讲手上的企划吧。首先，在上个季度，我们部门的总盈利占比16.3%。他对市场走向的判断逻辑，我好像在哪见过。是你让秘书把我的 U 盘换了吧？只有他进过我的办公室。我听不懂，不过你刚才说的不错，看来是我之前对你的能力判断有误。所以，这是你的认可。你对市场的判断方式，感觉很像科英的那位神秘老板。科英，奇怪的名字。你不知道，那位可是最近风头无两的投资新秀。如果你跟他学习一些商业思路，也不会被人说成是软饭的。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，我都不在乎。
情人节我们一起过呀。二位可真是般配呀！夫人客气了。小妍，趁着年轻，可得早点生孩子呀。那个不行，我可是连小孩的醋都要吃的。这年轻人，来，你刚才倒是会说话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他们夫妻真是恩爱啊，让人羡慕。羡慕他们一边办着银婚晚宴，一边等着散会后去跟各自的情人约会啊。还有这种事啊？当然，婚姻未必称心如意，情人倒是好找。我爸就是很好的例子。你父亲，你父母不是感情很好吗？那只是为了稳定股价的表象。我爸都没回过家，我都怀疑他留了几个私生子，在暗地里想要跟我争家产。所以我妈连我爸的葬礼都没参加，就跑出国了。我们一定不会变成这样的。你如果跟我爸那样张扬，我早就按照遗嘱要求，让你净身出户了。你怎么还惦记这事儿啊？出轨者会被剥夺一切资产的恐怖条款，谁能忘得掉？喂，我刚刚听到了点有趣的消息。好久不见，孙一晨，你回国了？是啊，怎么有没有想我这个竹马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我去换个衣服。我陪你。药下进杯子里了吧？孙逸晨也来了，想办法让他们两个独处。既然我家的买卖在他那边谈不成，那我今晚就让他颜面尽失，以后再没脸出来谈生意。这位小姐，麻烦你松手。是我啊，林哥哥，我是柳福啊。柳福，我们之前有过婚约，你难道不记得了吗？不记得。等等，你就不好奇你太太为什么离开这么久吗？其实我知道，你刚才只是怕人多眼杂，所以不敢跟我亲近，但你一定也想跟我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刚才我看到严小姐和孙先生没去更衣室，而是去了休息室。他们之前也曾有过婚约，你就不担心他们会发生点什么吗？没关系，只要他现在还陪在我身边就好了。你就不在乎你的太太对你是否忠诚吗？这个是休息室的房卡，他们就在这个房间。这是我的事情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
看不出来啊，两位的关系这么好，连房间都开好了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林先生，借也不说话。我和颜真相识的时间远比你长得多，如果只是披个外套你就受不了的话，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。就算你认识的时间比我长，但你只是个外人，我才是她合法的丈夫。我们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。那我们就走着瞧。明天就按你说的做。停车！在别人的银婚宴上拿着房卡，要不是我及时发现，明天公司的股价怕是要跌。我当时不是……既然你这么急，那就尽快离婚好了，免得你再做出其他影响公司的举动，省得我费手脚。我说了，我跟他没什么。倒是你去了那么久，你还披着他的衣服。我跟他认识10几年，披他件衣服算什么？倒是你，连戒指都买好。发票上有购买日期，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认识，你总不能说是买给我的吧？我在联谊，居然是这个样子的。对，戒指不是送给你，是我送给公司同事的。同事？没错，他去年10月份刚入职，入职7天就把咖啡机给打碎了，入职半个月就踢翻了打印机。我听说他上个月的工资就发了732块，剩下的全用来赔钱了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送严总回家，我去附近的酒店去。这么冷的天，你发什么疯？还有，我跟柳夫只是以前认识，是他暗示你可能出事了。我真的没想到，你居然会这么想我呢。莫名其妙。喂，详细信息发给你了，查查是谁。你说符合这个情况的人是我？是啊，去年你隐藏身份到公司进层考察的时候，林先生的办公室和你在同一层，你没印象？他又不是我的直属领导，我为什么会记得他？关于打印机和咖啡机的事儿，你也通知过我，说是公司办公用品都太过老旧，叫我换掉，增加相关拨款。好像确实是有这么件事儿。后来爷爷去世，我就回总公司了，也不知道那边有没有。所以说啊，严总，林先生说的那个人应该就是你。天哪，他该不会那个时候就对你一见钟情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，我都不记得他能喜欢我什么？拜托，你可是颜真啊，对你一见钟情不是很正常吗？仔细想想，你最近几个月在公司见到他好几次，他都不计较，他肯定是对你情更深重了。难道他真的对我？哦，对了，严总，刚刚接到通知说林先生入住了严氏旗下的酒店，前台告诉我说林先生发烧非常严重，但是却坚持不肯去医院，需要派医生过去吗？
这么冷的天连外套都不穿，他就这么生气？我知道了，那就……严总，我抓住机会了，我现在就去勾引林先生，日上保证完成任务。秘书，你刚才说他在严家的哪个酒店？晋江路的5星级酒店。怎么刚巧是罗诗诗工作的那家？不过罗诗诗如果真把事办成了，我最开始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？严总，医生的事儿不用了，我自有安排。真帅啊！我可真是既占便宜又赚钱，趁他没醒，我得赶紧下手。大早上的闹什么呢？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没干嘛，只是没想到我会多这样的脸吗？想再多看你几眼。发什么神经？从昨晚闹到现在还没闹够啊？闹？严总，你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林先生已经吃过药，已经退烧了。那我勾引林先生的任务还要继续吗？今天先不用了，你走吧。好的，严总。有钱人真奇怪，警惕性真差。要不是我今天不想趁人之危，我跟病人计较什么？算了。所以昨晚是严大小姐纡尊降贵的在照顾我。不用谢，我来呢也只是为了向你要一样东西。我这儿有什么是你能看上的？枕头下面。我也是昨天才知道，去年我在公司基层考察的时候有见过你，是我忽略了。不是给我的吗？啊，别乱想啊！我只是觉得这个戒指买了送不出去，怪可惜的。你到底是给谁买的戒指啊？真没想到，这个项目竟然劳动严小姐亲自出马了。坦诚说，柳家根本没有能力，我压根不看好你。但昨天，我改变主意了。晚宴上，是你让人在我的酒里下药了吧？我听不懂你的意思。装傻。我之所以没有拆穿你，是因为觉得你对我有用。我真的听不懂你的意思。怎么敢下药，就不敢当面跟我承认了。亏我还很欣赏你的勇气，想让你帮我做件事呢。勾引林姑，不要问原因。如果成功，事成之后，我帮你盘活这个项目，注入资金3000万，怎么样？我需要考虑一下，去个洗手间。他的手明显比我的胖，那个戒指到底是给谁买的？
我觉得婚戒应该买大一码，这样以后长胖了就不用再换婚戒了。你也太勤俭持家了吧！我觉得啊，婚戒一定要买码数正好的。你觉得呢？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吧。不过我是戴6码的戒指。6码？明明记得是这个尺码，怎么不对？喂？什么？颜值被绑架了？林哥哥，现在可怎么办啊？你是说绑匪忽然出现在街上，把颜真给拖进了车里？那他们走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？没有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他们说了什么？真的没有。等我赶过来，车子都开走了。这些我也跟警察说了，他们会去调查的。林哥哥，你就这么在乎他吗？你就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吗？我这是在哪儿？我记得。看柳福的样子，绑架应该与他无关。今天我约见他的日程是临时决定的，那会是谁出卖了我的行踪？难道……你别忘了，你们现在是合法夫妻，在你们结婚期间，如果他死了，你将会得到他的全部遗产。总之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毕竟以我们现在的关系，不救他才是你的最优选择。与其等待救援，不如自己想办法。其他人根本靠不住。我就说你听错了吧？怎么可能这么快醒过来？这不是小谢为上吗？万一让他给跑了，咱们不是白干？怕什么？一个细皮嫩肉的小娘们儿醒过来看到这环境，还不得吓哭？我看啊，还是你太多心了。哎，我总感觉这活太简单了。他们就说咱们只负责抓人，抓完之后什么都不干，等人来就行。等人？他们在等谁？我总感觉吧。咱们出去说。咱们啊，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别想那么多，安心拿钱就行。你管他们做什么？等着吧。追！哦呦，哼，小妞还挺野的呀。别过来！小子，一个人一杆兄弟就没啊！抄家伙！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识相的赶紧滚！假装我们倒霉，走！颜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真怕你出事。如果你出事了，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颜真，我这次去海外历练，就是为了更好的锻炼自己，让自己更能配得上你。没想到，就差点错过你。不过还好，这次来得及时，所以我们不要再错过了，颜真。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你的心意我领了。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血！你干嘛呀？颜真，刚刚的警笛是我放的，警察还要等一会儿才到，这里危险，我们先走。
放我下来。林先生，别误会啊，我只是刚好在颜真需要的时候比你早来了那么一会儿，我们没有什么的。我说放我下来。请孙主管注意自己的身份，不要未经允许就对我动手动脚。我只是担心你。那更应该把主动权交给我，而不是擅自做主。你去帮我把鞋拿过来。好。所以，你又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是我查一辆租赁车辆的行踪，车辆信息是。对了，我刚才忘跟你说了，之前绑匪绑你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，所以直接开车就跟着过来了。不知道林先生是怎么过来的呀？绑匪开车绑人，大概率会选择租车。我托朋友打听了租车公司的登记信息，租赁车辆上有定位，我跟着定位找过来的。是吗？什么朋友这么神通广大呀？介绍给我认识认识。我也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朋友，你怎么认识的？你怀疑是我？你们两个是在把我当傻子吗？刚才我装作昏迷，听见绑匪说要把我放在这里等人，我还奇怪，为什么绑了人不是第一时间问外界索要赎金，而是在这里干等着。直到看到了你们，我才知道了，是有熟悉我行踪的人，故意把我的行踪放给绑匪，然后又跑到这里来救人。为的就是博取我的好感。刚才我怀疑的人是孙逸晨，现在我怀疑你。我真的没有，请你相信我。你不觉得你这个解释太苍白了吗？他好歹给了我一个理由，你连一个理由都没有，我怎么相信你？我真的没有。关于我朋友的事情，我回去再跟你说。回去？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呀？还是说林先生编一个理由需要很长时间？好了，我不想再听了。刚才的情况我会如实告知警方。虽然绑匪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，但这不影响我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。所以，真的不相信我？我只相信警方的调查。我开车送你。林姑，林姑，快叫救护车！患者是轻微脑震荡，应该是车祸撞击导致的昏迷。从片子上看，颅内没有血块，不需静养就行。患者家属签个字。你也听到医生说的了，林先生没什么大碍的，倒是你。小伤，没事。现在我已经安全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刚经历了这么大的危险，不需要我多陪陪你吗？你刚回国不久，
公司那边应该还有事情要处理吧？是孙主管业务不饱和吗？那倒不是。哦，对了，刚刚不是给警察打过电话吗？警察联系我了，说已经抓到了绑匪。那2人有交代是谁雇佣他们的了吗？他们啊，本来是要抓柳福的，结果你们2个站在一起抓错了。错了，是挺可笑的，但是这是警察审讯过后的结果。之前听说柳家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，他们欠了很多银行贷款，说不定是什么新的催收方式呢？是吗？还真是一场无妄之灾啊！不过还好，你人没事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未免也太巧合了。是很巧，可事实就是这样。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，都可以跟我说。我就希望你幸福。如果真是想要绑架柳福，没道理在我逃跑的时候会那么巧的接到一通查不到 IP 地址的陌生电话。这根本就是针对我的绑架案，有人在说谎。爸，这是你的结婚对象，2个月后你们成婚。什么？这人看起来快60了，我跟他结婚，爸！我不妨实话告诉你，绑匪8成就是催债的人找来的，所以你必须嫁。爸，我帮咱们家帮的可还不够多吗？这是最快的解决办法，没得商量。你还想怎么样？什么？帮我？你是？哎，等等！醒了怎么不说话？我怕你还在误会我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来晚了。那手还疼吗？已经处理过了。刚才警方联系我说，你的车在距离绑架点不远处撞到了障碍物。你是汽车跑来找我的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抱歉。没事，我也对，就是因为你的误会，我很伤心，所以你要怎么补偿我呀？得寸进尺。我还没提要求呢，你怕了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一个解释的机会。解释？解释什么？那天我在茶水间听你和几个同事在谈论婚戒尺码，我当时听到你明明是戴6码的，所以我才准备了这枚戒指。可我当时或许是听错了吧，但我自始至终只想要送给你这枚戒指，跟别人都没关系。原来是这样，但其实你没有听错，我戴的确实是6码的戒指。可是这明明6码是我小指的尺码，我那天说的是我要嫁给事业，那尾戒自然就是我的婚戒了。原来是这样。那这样我们也算是解开了一个误会。希望你以后把话听全，不要再断章取义了。你是说我们还有以后，对吗？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。
其实我以为你不会来救我，毕竟如果我死于意外，才是对你最好的。对我最好的，永远都是你的安全。这一点，你已经用行动告诉我了。今后，你就好好休息。既然你刚才提到了公司茶水间，那等你出院后，有一件事情，我要你陪我去做。遵命。怎么来这儿了？难道是要跟前同事秀恩爱啊？胡说什么呢？当然是来办正事。我不是都已经拨款了吗？怎么这些设施还是老样子？果然有问题。颜真，你不是畏罪潜逃了吗？怎么还有脸回来？畏罪？我有什么罪？哎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赶紧出去，不然我就保人抓你啊！你之前负责的500万的那个项目没有做完，人就走了，把烂摊子都留给我们。多亏了钱组长，要不然我们都要担责。500万的单子，我之前不是都已经完成了吗？而且我在离职前已经把完整的企划书和离职申请都上交给钱组长了。你胡说啊！我根本就没有收到你的任何申请，是你自己擅自离岗，然后被公司开除的。你现在还敢反咬一口？企划明明是在你离开之后钱组长完成的，多亏了这个企划，我们才能完成任务。好了，你现在还要抢功劳，真是脸都不要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要跟这种靠脸吃饭的女人一般计较。像这种人来了公司不好好上班，就想着舔男人。哎，我记得啊，之前那个林科长就跟他不清不楚的，谁知道是不是被包养了？我被包养？警惕是这么高，看来秘密不小。林科长，你不是调任总部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找钱组长吗？哦，对，你是……哦，我记得当时调任的时候你还在实习期吧？现在应该转正了。转正？没有啊，钱组长说像我们这样的大公司转正都要2年左右，还早呢。他是这么说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疑似挪用公款，同时还恶意延长试用期，这个钱组长真是把公司当家伙了。要不我给你开个门，你进去等。你有钥匙的？对呀，因为我还在试用期，钱组长把他的工作分给我一部分，这是给我表现的机会，也能让我尽快转正。给我钥匙是方便我来干活的。行，那你把钥匙给我吧，回头我会带你去趟总部，你把你知道的事情再说一遍。你不是很好奇我是怎么进来的吗？讲清楚。你疯了？以为在卡片上写几个字儿，别人就真相信你是总裁了？你要是总裁啊，那我就是总统了。你该不会是跟保安有一腿，所以才能混进来的吧？喂，赵经理，环城路这里的分公司是你负责的吧？认识市场部的前民科组长吗？装模作样！我告诉你啊，还伙同别人来骗我！我现在就要打电话报你，告你诈骗！快点，等你报警呢。喂，领导。我不知道的呀。好，我开。严总，您来视察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在出差，小钱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我替他向您道歉。
你替他道歉。我的企划书被他挪用，你也能替他道歉。什么？钱明可，你居然敢抢严总的企划，你不想干了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她这么年轻一个小姑娘，怎么可能会是总裁嘛？你懂什么？严总在大学期间就洽谈成功过千万级别的合约，这种小合同对于他来说就跟玩儿一样。倒是你，这么多年也没做出什么业绩，唯一拿得出手的企划，居然还是偷的。不是的，我不知道啊！我要是知道他是总裁，我怎么敢为了一点奖金就偷他的企划书呢？啊？那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面对的只是一名普通员工，就可以窃取他人的成果吗？那是当然，他可是个惯犯，人证物证俱在。钱明可，你不仅挪用总部公款，还利用实习生对大厂的滤镜，骗他替你做事。剩下的，你自己跟警方说去吧。亏我那么相信你，原来你平时老好人的形象都是装的。效率不错，居然还有意外收获。今天时间太匆忙了，来不及准备大餐，你先尝尝。怎么了？是不喜欢吃吗？下次我提前问问您的喜好。我没有不喜欢吃，我只是不喜欢你。我知道啊，我这不是在努力让你喜欢上我吗？我以后还会更加努力的。我们离婚吧。怎么了？我们今天不是合作的挺愉快吗？还是我之前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够好？别再演戏了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没做过这种事，这图片是假的。这是柳福发给我的，他说你们早就开始交往，他现在怀了你的孩子，要你对他负责。到哪里得罪柳家大小姐了？这么污蔑我，我真的没有做过，请你相信我。除了那张照片，他还给我发了孕检单子，孩子2个月了。放手，别让我更讨厌你。这是他自导自演吗？柳福。喂，是我。拜托，把我叫出来，自己又不说话，到底怎么了嘛？我拿到了林部的出轨证据，可以让他净身出户了。那我应该恭喜你啊！我也觉得我应该很开心才对，但实际上，这里好烦啊！喂，林父，我是林顾。我很好奇，你向我太太诋毁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林哥哥。虽然那天你喝多了酒，可你也不该忘记我们的那一夜吧？其实你心里很清楚了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的你？林哥哥，我希望你能敢做敢认，别当懦夫。喂，柳福这样做，到底对他能有什么好处啊？难道……如果我一点也不在乎他，也不会因为他骗了我这么难受。真的假的？我还以为你是块我不化的冰呢。
我也觉得我是啊，可是他每次看着我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，很真挚，让我很想相信他。但我又怕我错。没事儿，你就是恋爱谈少了没经验。等你离婚后，我给你点200个男模，摸摸就好了。你这样的富婆可不能吃爱情的苦。我也希望是这样，我还是觉得呀，还是只有事业才不会背叛。我也不会背叛你的，宝莱安。我也不会背叛你的，我来安慰你吧。话说的这么大胆，孙一晨，你准备怎么安慰我？今夜还有的是时间，我会让你的眼睛里只有我。这么自信啊，孙一晨，我们认识多久了？大概10年了吧。是吗？时间过得好快啊。10多年的时间，足够让我了解你，而你也应该很了解我才对。绑架案的事是你的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在怀疑我？不都说是个误会了吗？你觉得这样就能骗过我？那你还是不够了解我。你想说什么？故意接近讨好我，是你父亲让你这么做的。他占股比例不低，只要你娶了我，3年，他是要成为孙氏。我没有这样的想法。绑架案的事我没有声张，是不想让他借题发挥。而你今天会来这里，是因为有人给你通风报信。你们安插在我身边的人可真是不少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不知道我父亲的想法，但我不能欺骗我的心。我已经结婚了。他根本就配不上你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我们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们彼此了解，所以我们才是最合适的。颜真，选择我。你为什么觉得没有他我就会嫁给你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呀，没有人比我更懂你了。我不否认这一点，但我一直把你当哥哥，从未有过其他想法。你就这么看不上我？难道我还比不……我从未把你和别人比，但只要你姓孙，我们就没有可能。所以不要再说什么为我好，那些都只是为了取悦你自己。颜真，你到底是因为忌惮孙家，还是眼里就根本没我这个人？我改变主意了，公主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林固。既然你们坚持要和我面谈，那我们就今晚好好的详细谈一下合同的事情。
柳夫没有做任何的妇产科检查，她没有怀孕，照片是 AI 合成的，证据奉上，我没有背叛你。那充满微笑和美好的地方，肆意的生长。关于你的幻想，冬日的暖阳，像你洁白牙齿一样。这次的事情说明我们之间其实还有很多不够了解的地方。我们虽然是夫妻，但更像是被婚姻束缚的陌生人，这不是我所期待的。我上午10点去 A 市的飞机，处理完工作后回来的。我会向你坦白我的一切，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。A 市，他怎么去了那边？最近公司有和那边合作吗？定时短信设好了，希望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不好！3天前的空难遇难者名单已经全部在这儿了。严总，你要这个做什么？没事。今天是不是还有一个合作要谈？是的，1个小时后在会议室，科英的创始人会亲自过来洽谈合作。我们公司毕竟是做传统产业出身，在潮湾这一项一直是弱项。之前我去基层调研也没有什么收获，希望这次和科英的合作可以成为突破口。潮湾产业的确算是我们公司转型的重要方向。科英确实掌握不少研视空白领域的资源，而且他的创始人行事风格我很欣赏。对了，严总，有件事情一直没有机会跟您说，是关于林顾先生最近旷工的事。旷工吗？其实他今天早上给我发了离职申请，但是这并不符合咱们公司的离职流程，我应该怎么回复？什么？科英的人是怎么回事？也该提前通知一声嘛，就让咱们在这干等着。电话也打不通，他们还真会觉得自己在圈里做出名堂来，在这儿和我们耍大牌吧？科英这态度，确实不像要诚心合作的。你们先回去忙别的吧。这就要走啊？那看来这次合作就不用谈了。你没事啊？看我没事，你敢说啊？今天预定的会议人员没有你，你来做什么？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林顾，科英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。科英的老板，光是一张名片，怕是证明不了你的身份。科英今天不会有人来了，我已经跟他们说过，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联系他。你如果真是科英的人，那你就是身兼两职，违反了公司的规定。我有理由怀疑你窃取了我公司的机密。真是幽默。科英的经营项目是潮玩品牌的设计投资与 IP 联名合作，这项领域都是你人事的薄弱。说句难听的，本来就没有的东西，不要总窃取。
这次洽谈，想要促成合作关系的是你们严氏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展现自己的态度。毕竟科英可选择的合作方不少，你们严氏只能选择科英了吧？说吧，合作要什么条件？这点，我需要和你换个地方，并且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，再好好聊一下。生意上的事，还是在这里公开公正的谈吧。而且科英只是我们的意向合作方，还没谈成正式合作，我为什么要和你单独聊？严氏的潮玩就是个笑话，严氏的潮玩运营方向错，宣传毫无水花，产品市值比例如此低的情况下，又有哪个投资者会看中这样的品牌呢？科英虽然入潮玩行业不久，但从设计开发到2级市场的运营一直都很完善，单产品市值已经升到了挂牌价的300倍，联名热度反哺手游，流水再创新高，这些都是你们严氏想要却做不到的。况且，抛开实力不谈，你还欠我一个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要不是我及时发现刹车有问题，跳车逃生，我早就死在了爆炸的车里。你说解释什么？车祸？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是没想到居然讨厌到想要杀了我。你在说什么？好了，如果贵公司有意向合作，那就等我联系；若不愿意，合作就此取消。你一直隐瞒身份，一直骗我们，你这样对得起颜真吗？你这不是玩弄他的感情吗？好一个我们啊！到底又是谁在玩弄感情呢？你别太自以为是，没有了柯英，我们一样可以找到其他的合作方。颜真，我们现在就去找合作方代替柯英。他隐藏身份在你身边，一定是对严氏另有所图。你打我，你为了他打我，你究竟背着我对他做了什么？2位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吧？我们就先打扰了你们慢慢聊啊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少跟我装傻！你是不是对他做了什么，想要了他的命？我没有。你看着我，说车祸跟你没关系。好，我承认我对他做了些手脚，但那都是他活该，我警告过他。你是我的，他如果识相，就应该自己滚。我不属于任何人，我就是我。而且我告诉过你，不爱你，我也不可能爱你。你究竟为什么还要那样做？我不管，我就是爱你，哪怕手段再卑劣。你们这是在演爱情剧呢？看来我是来错了时候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洽谈出了问题，我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小严总，科英可是一家前途无量的新兴产业，如果他拒绝与我们合作，那你作为洽谈总负责人，可要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哦。小严总，你毕竟年轻，能力有限，执掌这么大的公司，看来还是有困难。听孙叔的劝，不如还是早点放权。不困难，半个月内，我必定拿下柯英。合作要在商场谈。
等多久了？所以你谈工作为什么选在这里？今天不谈工作，我们是来约会的。你不是怀疑车祸？说了，我们是来约会的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潮玩产品存在意义？想要做年轻人的市场调研，就得用心去看。现在我们就是一对刚下班的年轻情侣，走吧。这个试试。算了吧。恭喜你中奖了！中奖了！你能听得出里面的款式？也不是全都能听出来的，大致能够通过重量的差距，还有碰壁时候的声音，知道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款式。那我大概明白了，人们之所以会喜欢这些，就是在追寻一种未知且安全的刺激。潮玩呢，正好可以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，所以很有市场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但我觉得，我们其实是在追求爱。爱。你之前不是说过吗？人呐，心藏的太深，就不知道里面装的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了。盲盒也是一样，不打开看看，永远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要的。爱也是这样，如果不打开它的话，得到的概率永远只会是。可我为什么需要它？又为什么需要爱？什么都不改变，不也挺好的吗？人心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，如果里面空无一物，冷风吹过，就会发出孤单的悲鸣。但是如果用爱把它填满，房间就会变得温暖，寒夜也就没有那么难熬。就要这个了。不是限量款。既然不是限量款，那它的经济价值就不是最高的。但这是我想要送你的，来，给我。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是我想要的。我想要一个能够配得上这次约会的，这个就很适合。另外，我同意柯英和严氏的合作。你同意了？可我们还没开始谈呢。有些事情现在再说已经太晚了，我们离婚吧。啊？我们离婚吧。啊？这次约会，你为了市场调研，为了柯英的合同，但唯独不是为了我。那天开车前，我就在想，回来过后可以跟你好好谈谈，但没想到你讨厌我，讨厌到想要杀了我。汽车爆炸那一瞬间，我反复的问自己，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这一步？我之前就想说，你该不会以为自己是苦情剧男主归来吧？车祸的事是孙一晨做的，他承认对你动了手脚，但我没有实际证据。这2天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你真的出了事，对我来说不是坏事，
我不用担心爷爷的遗嘱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如果你真出了事，我会很难过，这一点也不像我。可是你连婚戒都摘了，我以为你只要离开我，就可以过得更好。我在房间里找到了另外一枚戒指，真是可怜啊，几次都没有送出去，所以我就大发慈悲的留下它了。只不过，对于送礼物的人，送礼物的人怎么了？既然有人想要主动的放弃我们的这段关系，那我就随了他的心意，放手让他。我没有允许你亲我，可是你也没拒绝我呀，是不是代表着你愿意接受我了？我可没说，你不要自作多情。戒指戴上吧。我暂时不考虑戴上它。不过，你刚才在店里说的话，我记住了。哪句啊？要给一个机会。我爸不成器，所以我一出生就注定是严氏的继承人。我从小跟着爷爷长大，有很多道理都是他教给我的。我一直觉得他说的话都是对的。他告诉我说，想要做一个成功的人，就不能有感情的羁绊。我爸妈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，所以他们的一切都支离破碎。但我现在看来，我不必照搬他们的经验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是给我们一个机会。只是一个机会啊，之前的事还没有说清楚。柳福为什么诬陷你？目的是什么？先说好啊，之前我是让他勾引你，但他假怀孕的事我并不知情，所以我怀疑雇佣他的另有其人。他的嘴，我来撬开。严总最近可是春风得意啊，听说他拿下了科英的长期合作，地位稳固多了。地位稳固？这公司不就姓严的吗？你不知道？我跟你说，孙董事资历老，在董事会占股多，话语权也比较大。之前老严总活着的时候还能压得住他，现在小严总年轻，可就不一定喽。哦，你别说，我在孙总那边有熟人，听说他们最近正在策划孙总的儿子和严总呢。真的？对呀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严小姐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柳家。我不是同意跟柳家的合作了吗？你激动什么？一杯冰美式。可是你根本就没有推进的意思，你故意卡着审核拖延时间，再这样下去我们柳家就要破产了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想要做什么？你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吗？我听了你的话，给了你林顾出轨的证据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你确实是给了我一份证据，可你听的真的是我的话吗？当然，不然你为什么同意合作？不就是履行？不对，难道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我？所谓的合作就是个陷阱。看来你还不算太笨。不过我建议你实话实说，究竟是谁买通了你要做假证据来骗我？我不知道。到现在你……我真的不知道。
我们都是电话联系，我只知道对方是个男人。也许我见过他，他的声音有些熟悉，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谁。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要听他的话？因为他帮了我。我爸为了资金要把我嫁给一个老头，而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让那个老头入了狱，就是这样。有这种能力的只有孙逸晨，看来一切都是他搞的鬼。认真，设计我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你不知道，除了你还有谁？真不是我，你相信我。现在网上舆论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凭什么信你？怎么？他怀疑你？如果他真的爱你，他就应该相信你。你在这跟我发脾气，不就是对你们的感情不自信吗？小严总，你总该给我们一个解释吧？各位董事聚在这里，是有什么要事要商议吗？当然是因为你做的好事。年轻人嘛，做事不靠谱，情有可原。所以，各位是为了那些八卦绯闻来的？什么时候我严氏开始在意这种八卦新闻了？当初我爸还在世的时候，也没见到各位有这么大的阵仗。小严总，继承人和掌权人是有区别的。你父亲生前也就是挂了个虚名而已，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到严氏领导层，所以他做了什么根本没人在意。可是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股价，我们得好好谈一谈这个事件对公司的影响，你要负全责。这么大的董事会议是用来讨论决定公司重大决策的，区区绯闻不需要这么大阵仗吧？孙主管，我和你只是作为朋友在普通聊天，并不存在新闻捏造的那种关系，对吗？小严总似乎还不明白，重点根本不在于我们信不信，而是股民信不信。今天的新闻主角不光只是你一个，自己看看吧。这件事我早就知道，柳小姐是收了钱诬陷我丈夫，之后她会发声明来解释这件事情。况且两件事情在同一天内爆出，我合理怀疑这是竞品公司发布的针对我，乃至针对整个严氏集团的诽谤攻击，责任并不在我。怎么回事啊？哈哈哈，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。如今的事实是，股民们开始动摇了。你和你的丈夫同时爆出这样的事情，严重损害了公司形象。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更换总裁。孙董事，如今我是公司持股比例最高的人，仅凭3言2语就想罢免我，未免有点在痴人说梦。你之所以是持股比例最多的人，那是因为你从老严总和你父亲那里继承了股份。可是如果继承人不只是你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这里正在召开董事会议，不需要法务。小严总着急了吧？他是我请来的人，而且他是……首先，我先说一下，
关于老严总原来的遗嘱。可能各位董事不知道，老严总的遗嘱内有一条关于严总婚姻的附加项，如果夫妻二人有人出轨，那么出轨者将会被剥夺一切资产，而这自然也会影响到严氏集团和科英的股份继承。吴一群，我已经再三强调了，我和我的丈夫都没有出轨，那些都只是不良媒体发布的虚假报道。吴法务，请不要用虚假信息来判定事实的真相。我猜到你会这么说，所以我找到了证人。进来吧。怎么是你？告诉我，你是否介入了颜真小姐和林顾先生的婚姻？对，我是林顾的情妇，他出轨了。出轨？他背后的人居然是你！别这么激动啊，吓到了证人可不好了。你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他刚才做的是伪证，说的话都不可信。你不相信他说的话，那我们听听你的绯闻对象孙主管是怎么说的。儿子，实话实说，别辜负了我这么多年来对你的栽培。林真，我们确实发生了婚外情关系。好啊，你们都是一伙的。就算剥夺了我的继承权，难道他就可以继承严氏的所有股份吗？你说的没错，家族遗产是要由血妻继承。孙董事自然没办法继承严氏股份，可是如果你有血亲呢？你是我爸的私生子？没错，所以我也是能继承严氏股份的正位继承人。即便如此，你如何证明你的亲子鉴定是真的？况且，即便你我是血亲，在我已经完全继承了严氏股份的情况下，你这个继承人怕是也没有什么用了吧？小严总，此话差矣。如果你的能力不足以承担严氏总裁一职，而且你又违背了老严总的意志，那么你就应该把你继承的股份还给真正的继承人。我在此提议，马上召开决定是否罢免严真严氏总裁一职，由吴义群继任的董事会会议。这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？再怎么样，让一个私生子来顶替，这也太……孙董事，虽然并没有全部董事都在场，倘若人数达到了董事会总人数半数以上，可以召开。哟，林先生来的正是时候啊！当初你也同意了遗嘱的要求，按照遗嘱内容，你作为出轨的一方，也应当放弃科英的所有股。你别得寸进尺。当然可以，不过就算我放弃科英，又有谁来接管科英？在座的各位都没想好吧？既然一时半会儿想不好，那我们就没必要浪费时间了。走。等等，田真，就算你拒绝召开董事会议，那也无法改变一切。而你作为受负面争议的总裁，从即刻起，你无权管辖公司的任何事务。之后将由我来作为总裁代理，这点想必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支持吧？我同意。随意。
为什么拦着我？难道他们真能因为这样的事情罢黜我吗？而且刚才明显有人不完全支持孙山，那只要我坚持，一定就可以翻盘啊！我在来的路上，大概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你一时头脑发热。仔细想想，那几个董事能够即刻听从孙山的召唤出席，不就代表着他们是孙山的人吗？我猜，他们是听从了孙山的安排，故意装出和他立场相反的样子。一旦你信了他们，同意召开换届选址，那就正中他们的下怀。你说的好像有道理，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吴一群他居然是……那既然他是我爸的私生子，他就不是和遗产无关的第三方，那由他来宣布遗嘱内容，应该也是无效的吧？这一点我也想到，我还咨询了朋友，还在等他的回复。速度可真快，看来早就想好了舆论营销方向。无论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做最坏的打算。他们一定做了充足的准备，拆了先手还有后手，一直被动的去证明自己的无辜，解决不了问题。你说的对，自证只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必须要抓住他们的后手。吴亦群是孙山掌控公司推上来的傀儡总裁，而傀儡自然也掌控着、操控着，这样才能有自己的话语权。那我们就一起去找到那个把柄。比如他们曾经针对你的违法行为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司法程序，叫停总裁换届。不着急，慢慢制定计划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的好妹妹，现在才想着跟我联络感情，会不会太晚了？我劝你还是省点力气。现在的你就如同丧家之犬，除非你马上召开董事会给我让位，不然，就算你来给我舔鞋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你好歹也是一名律师，说这种肮脏的话，对我们的谈话没有任何好的。都这样了，还在强撑着体面，跟你妈可真像。我妈，你见过的？当然没有。那没见过，不代表没听过呀。当初我妈大着肚子劝你妈不要结婚，可你妈还在装聋作哑，本事太平，这火都烧到眉毛了，还强装淡定，骗谁呢？以前真没想到，你居然是这种性格。多谢夸奖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找律师咨询过了，你作为有亲属关系的人，是不可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，所以按照正常流程，你不可能成为继承人，也不可能夺走我的股份。但我念在你我有血缘关系的份上，我可以分给你5%的股份，如何？哇，你可真是大方了。说吧，要我做些什么？既然你和孙山有合作，那他和他儿子做的那些事儿，你一定有把柄，为的就是不让孙山以后反咬你一口。如果你愿意配合我，事成之后，我可以再分给你一部分孙氏的股份。看来你很省啊，这个买卖听上去确实很划算。说实在的，我是学法律的，又不是学管理的，做事股份分成确实比管理公司要省心得多。你这个提议，我确实心动了。这么说，你答应我了？当然，绝不可能。你既然心动我的提议，为什么不答应我？因为我恨你啊！恨我？我得罪过你吗？得罪？
婚生的妹妹问资深的哥哥这种问题，难道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不笨，刚才我说的那些话你应该明白，你妈才是那个小三。如果没有你和你妈，我妈也不会被你爷爷逼得精神失常，甚至意外死亡。如果不是那个老东西不知道我的存在，我怕我连福利院都还没进去，就被他给弄死了。而这一切都是在为你铺路。爷爷他怎么会？甚至我进了福利院，也一直是被欺凌笑话的对象。亲生父亲明面上不认我，人前我不能喊他爸爸，我只能说：“哎呀，严总，感谢您的资助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，将来我一定会报答严氏集团的。”可我凭什么要受罪？而你又凭什么得到了幸福？幸福？我从未觉得为你高兴。你明明得到了一切，而我，你根本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在你靠着血缘出身，受人追捧的时候，而我明明跟你有着相近的血缘，却只能跟院长的狗抢饭。你说，我怎么不恨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罪魁祸首是我们的父亲？你恨错了人。我不需要你对我的恨下定义，我只需要你失去一切。我要亲眼看着你身不由己的坠入谷底。你想跟我斗也可以，就算斗到严氏破产，那毁掉的也是你们的鲜血，不是我的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我是反派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生来就是你的反派。在你我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我们永远是敌人。做反派可真是痛快。既然如此，这也是我送给你的婚姻。我还以为你约换了住处就找不回来。你怎么湿了？是他做的吗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去找他。没事，他对我的怨气很深，不可能和我联手。这个计划行不通。那你赶紧去洗个澡，有什么事情就等洗完澡换完衣服我们再说。去吧。怎么了？你们是冷水啊？你先出来。是你没调水温，这里故意你在变数。使用之前要将水温调节到合适的温度再使用。知道了。这么点小事就要哭鼻子啊？没事，我可以很快熟悉这种。我可以。知道。你最近经历太多事情了，我知道你很不安，但是我都在啊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不管你经历了什么境遇，你想要做什么，你想可多久都可以。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打球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后记，
你是怎么打算的？你就没有好好想一想接下来的计划？计划就是尽快和颜真结婚，我和她先办婚礼，等她离婚冷静期一过，我们就领证。总之，让她尽快离婚。我没有听错吧？之前咱们家没有跟她竞争公司，你都没能把她拿下。现在你和那个私生子勾结在一起坑她，她还可能接受你吗？而且这事儿，那个吴亦群，他能不从中作梗吗？他当然会反对了，但是他有把柄在我手里，他就算闹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。至于颜真嘛，不要小看这个女人的野心，只要给她一点机会，她就会抓住我，卷土重来的。她毕竟姓颜嘛，而且公司里还有那么多人支持她。我要想跟她结婚，就只能趁着她现在低谷期，逼她同意，然后再生个孩子，这样她就会老实的在我身边的。而我和她的孩子，就会是和吴亦群竞争集团的最大资本。毕竟，与人合作，不如自己掌握嘛。那如果你做不到这些呢？做不到。都说斩草要除根，如果不能成为我们的人，那就一起毁。没想到突然停电了，我们只能用蜡烛将就一下了。我很好奇啊，科英这么大一家公司，怎么他的老板还住在这种设施的房子里？为什么不换一个好一点的小区？不会把钱都放在公账里了吧？怎么，好奇我的创业史啊？确实，我也想听听你是怎么白手起家的。其实不能算是白手起家的。我奶奶那个时候啊，就预料到我爸会留不住家业，她就拿出了一部分钱委托给了信托基金，等到我25岁的时候再把钱给我。我也是通过那笔钱发的家。那你的奶奶确实很有长期规划的眼光。就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一拿到钱啊，就投资了我关注的潮玩行业。那段时间啊，真的很忙，我既要关注潮玩 IP 的开发，严氏的工作我也不能落下。房子对我来说呀，就只是一个住所，破破烂烂的也无所谓。那既然你这么累，怎么还要兼职严氏的工作？严氏的福利就这么好？毕竟我爸是一个失败的创业者，我真的很怕步他的后尘，所以严氏的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一条后路。不过好在后来科英稳定了，我也想过辞职，专心经营科英。辞职信就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。你该不会对我一见钟情，然后故意不辞职，再装成小员工接近我？可是我都不记得你，真是耽误你做专职老板的时间了。其实啊，那不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不是我们第一次。我家还没破产那会儿，我上的也是育进幼儿园，所以我们上的是同一所幼儿园。我怎么不记得？你不记得没关系啊，毕竟那个时候我家虽然还没有破产，但也差不多了。那会儿不少人都欺负我，是你帮了我。那时我被几个其他的小孩欺负，他们推倒了我，
你路过帮了我，还给了我创可贴，你还斥责他们以多欺少不知羞。其实那个时候呀，可能对你来说就只是一个举手之劳，但对我就不一样啊。你帮了我很大的忙，至少从那天起，有了严家大小姐的撑腰啊，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敢欺负我了。我还是什么都不记得。你不记得没关系，其实我真的没想到能够跟你再次相遇，更没想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我想，这就是天意吧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一般不都是停电了偷摸的，你倒好。那我再去把灯关了。再。哎。怎么能都是你加入到？怕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选我？当然是因为我喜欢你啊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？因为我们都曾被人看不起啊，一切都只能靠自己，所以在人群中，我一眼就看中了你。你是最适合我的人。可是我对你，我不喜欢。你怕我？你为什么怕我？是我对你不好了。如果不是我，你早就被嫁给老男人，被玩出一身病。是我救了你，也是我的拿到权力之后给了你一家资源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可是你一直都在利用我，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想法。我爱你，我不会让你像我妈一样被抛弃，我会让你过得比谁都好，我会让你拥有你想要的一切，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向你低头。快点开门呀，爸！你快点开门呀，爸！爸，我求你了，你快点开门呀，爸！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到头来还只是因为气子。六福，你真可笑。选在这儿啊？不会附近还有偷拍的人吗？
你现在还和他在一起吗？废话少说。我叫你来，是想跟你说，现在有人在针对柯英。照这样下去，柯英要赔偿天价的违约金。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想表达什么？我记得我已经拒绝过你。嫁给我，就不会有人在针对柯英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了别人的公司来牺牲我自己的婚姻？你当然不会了，但如果我说我可以帮你呢？吴亦群是现在的代理总裁，但公司里面也不是所有人都和他一条心的。只要你嫁给我，集团的第2大董事孙氏就是你最强的后盾，你就有了和吴亦群竞争的资本。说得很轻巧，但你觉得吴亦群会冷眼看着我们合作吗？我和他手里都有各自的把柄在，所以他不会做什么的，你可以放心。把柄？为了表示诚意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内容就是和遗嘱有关。总之，嫁给我，你就有了重返严氏的入场券。这件事情是你爸让你做的，还是你本身就想做？明天下午3点，民政局门口来接我。详细合作内容，等我离婚后再谈。我说过了，你赢不过我的。你做这一切，到底是因为你爱他，还是只是想跟我争个高低啊？元真，我们走。再见，前夫。虽然你这段时间服务的还不错，但你其他方面的实力还是差了点儿。我们不合适。我以为你会一直在我身边，可是没想到，你还是选择了……啊，对了，这个还给你。如果丝巾松开了，就说明你没有乖乖的留在这里，那我可就要惩罚你了。跟我回来。哎，不管了，先去书房找到那样东西，之后再想办法吧。你还忒有耐心，难道你就不想问问我找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是你约的我，浪费的也是你的时间，我何必着急啊？也对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你可以走了。等等，让你来就来，让你走就走，你就没点羞耻心吗？你想研究的东西都不觉得羞耻，我有什么可羞耻的？看来你还是没有放下他，那你怎么就和他离婚了？关你什么事？当然关我的事儿了，我可不想孙家和颜真联手。本来想着，如果你肯求救我，我可以帮你把他追回来。可是没想到，你连求人的态度都没有。既然是合作双赢的事情，
怎么能叫求呢？千万别回来啊！我这边可还什么都没找到呢。4位数的密码会是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想得到那个女人，那就永远把她留在身边就好了。以她的实力，如果让她继续留在商圈，她一定会做大做强，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早晚，她一定会爱上比你年轻、比你帅的人。那时候的你，可比不上那些新人。只有折断她的翅膀，你才能永远的、真正的得到她。而后来，我再帮你收尾，让所有人都以为她出了国，就没有人会知道她是你的金丝雀。怎么下来了？真是不听话，就这么想被惩罚？忽然想到你好像没有吃过我做的饭，就想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你别吃了，你看面都坨了，我再给你重新做一碗。不用，这碗就好。除了我妈，没人给我做过饭了。后来我妈不在了，孤儿院里就只剩下了残羹冷炙。对不起。怎么突然这么主动？你终于是我的。我不会是任何人的，我跟你说过了。It's okay。不过，等下周我们办完婚礼，你的丈夫只能是我。我要休息了。既然已经决定嫁给我，就别对我这么冷淡。还是说，你还在恨我？恨你？你凭什么？我一直以为你是你爸的傀儡，孙一晨，你藏的可真深啊。随便你怎么说，现在你只许看着我，想着我。我愿意嫁给你，只是为了扳倒吴一群，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我现在心里只有这一件事情，就算你强迫我，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那如果说我愿意把扳倒他的罪证交给你，你放心，答应你的我都会做到。孙一晨，你爱的真的是我？喂，你好。我可没你好。你的前妻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怎么没请你啊？要不我祝你前妻结婚的时候也请你。那倒不必，我不会有前妻，只会有亡妻。好了，说正事儿。我之前向你提议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再不决定，他可就要成为别人的痉挛了，永远不属于你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麻烦你了，也给我准备一份请柬吧。这就对了，婚礼那天，我期待你的表现。恭喜恭喜！同喜同喜啊！请，你们请。哎呦，王总大驾光临啊！
哎呀，夫人今天格外漂亮，蓬荜生辉呀！啊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啊，你先出去吧。乖，只要过了今天，你想要的都会得到的。我想要的，你指的是什么？我会帮你扳倒吴一群，只要你乖乖的。你打算怎么做？你今晚会留下来嫁给我，对吗？今天是我的婚礼，我当然不会走。吴董事长，真敢劳您大驾呀！恭喜啊，孙董事，您儿子娶了我妹妹，咱们以后可就是亲戚了。不敢，不敢就对了，我就是客气一下。对了，吴董事长，听说你最近和柳家的姑娘处得很甜蜜，怎么没有一起带来呀？她爱赖床，不愿意参加。今天的热闹，就由我来看就可以。哦，这小子盯紧点，别让他闹事儿。如果有异动，是。感谢大家来到孙逸晨先生和颜真女士的婚礼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新人。孙逸晨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颜真小姐为妻？不论她贫穷还是富有，健康还是疾病，你都不离不弃，永远守在她的身旁。我愿意。那颜真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孙逸晨先生？不论他贫穷还是富有，健康还是疾病，你都永远不离不弃，守在他的身旁。颜真，你这样的结婚宣誓词不太适合我，时间也不太对。我的婚礼举行时间应该在10几分钟后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是说我来的正是时候。我们没有邀请你吧？保安，把他给我撵出去！孙董事急什么？姻缘可是强求不来的。如果这边一抢婚，新娘子就被带跑了，那就说明巧女的瓜不甜，而你的儿子婚后也不会幸福的。果然是你搞的鬼！颜真，别跟他走。我说过了，这是我的婚礼，我不会走。在座的诸位都是业内的同行，在喝喜酒之前，诸位不妨听点业内的八卦，落下饮菜。我手上的这份文件是孙山在担任颜氏集团董事一职时，利用职务之便，勾结公司法务，中饱私囊，同时恶意勒索供货商，统共犯下10数起经济犯罪的证据。你不用交保，我已经把复印件全部交给了有关部门，警察马上就到。还有，多亏了你，将证据准备得如此充分，多谢。你疯了！你居然敢背叛我！咱俩可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，老子进去了，你也跑不掉。这不可能！我只是说服他来抢婚，这些文件都放在保险柜里好好的，而他怎么可能能拿到？
当然是因为我也出手了。你先把文件签好，我需要看到的是你给予我个人的利益，和柳家无关。学聪明啦，放心，答应转让给你3%的股份。等我重登总裁位置的时候，转让书即刻生效。那晚你看到我从我家狼狈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，从此以后我只为自己而活。话虽这么说，但你帮我盗取吴一群文件的时候，真的没有一点犹豫吗？我可是听说他对你很不错。他对我算是不错，只是有时候有些粗暴。不过结合他送我的利益来看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不过他爱的其实并不是我，而是他自己。他只不过是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影子，弥补童年时低谷期的自己。所以我不会爱上一个忙着自我疗愈的男人。我该走了，别被他发现了。真的只是可怜他吗？说起来，他保险柜的密码是多少？他妈妈去世后，他的人生就开始改变了。那一天是他脱胎换骨的开始，所以密码是他妈妈的忌日。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倒是很清楚。怎么可能？我对他这么好，他怎么可能？怎么可以？你别给自己找理由了。你小子不仁，就别怪老子不义。老子要把你干的那些烂事儿都抖了出来。要死咱们就一块儿死，谁他妈也跑不了。颜真，所以从一开始你就不需要我准备的证据，对吗？没错，我从来不指望有人能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就算没有林固，我也会安排人送证据。而你孙逸晨，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所以你从来都没相信过我，哪怕我这次是认真的，对吗？因为你根本不懂爱。各位，今天是我的结婚仪式，也是我庆祝公司蛀虫被清理走的日子，感谢大家来捧场。之前我跟林固先生结过婚，但没有举办婚礼。林固先生，恭喜你通过我的考验，我认定你成为我的丈夫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结婚仪式。林固，你是否愿意成为我的丈夫，尊重我，爱护我，成为我一生的亲密搭档？不愿意。暖手的是热茶，暖心的是你一句话，许给你的家，再围上我的牵挂。也欢迎大家参观我的婚礼。严氏集团和科一已决定正式合作，今后将深挖潮玩领域。感兴趣的朋友们点点关注，后台私信客服你喜欢的 IP 和联名款式。怎么样？我这个方法是不是一举两得？根据潮玩用户的群体画像显示，这样的宣传方式再合适不过了，而且效果也比之前的好。虽然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，但是你做得很好，我喜欢的就是这样，永远的积极向上，永远的生机勃勃。我爱你。好巧，我也爱你。过了门，永远是一阵。